朋友们，不知道你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，就是总是莫名觉得很累，不管怎么补觉、休息都没用。每次早上醒来后躺在床上动不了，即便明知快迟到了，但就是起不来。上班时总是无精打采，需要靠咖啡等提神物品来提升，才能勉强继续工作。下班后，连吃饭也没有胃口，只想瘫在沙发上，周末哪里都不想去，什么事都不想做，不爱说话，不想社交，好像对一切事物都丧失了兴趣，经常得过且过的虚度光阴，有时候还会有些过度敏感，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。如果你有这些症状，那这期视频一定要耐心看完。影响一个人状态和结果的呢，有几个关键节点，那就是力、气、神。千万别小看这3个字，它可是掌握人生的关键点。说到这的时候，我想提醒大家一下，千万别以为接下来给你讲的只是健康，它可能会深深地影响到你的命运。这3个字总结起来简单，但是要讲透彻其实还挺难的。我尽量试着表达的通俗易懂且详细些，不一定能说得很清晰，需要你用心体会感悟。好，既然讲关键点，那我们就以如何用为切入点，这样的感受会更加直观一些。比如用力和用气就是不一样的。虽然我们经常说力气，但力和气是两码事。比如说盲目努力的人就是在用力，而用气则是有技巧的。就像有些人做事总能悠哉悠哉地解决问题，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事情的气是如何运转的。再以健康为例，有力的人不一定身体健康，甚至有些经常健身的人反而很容易生病，而有些人则看起来瘦弱或微胖，但身体气力很足，能够4两拨千斤。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身体的气息平稳，阴阳平衡，气顺的时候则人精神饱满，活力充沛，气不顺的时候就会阴阳失衡，身体出现各种病衰。就比如中医在给健康失衡的人调整身体时，不论是养肝还是调脾或是其他，调整的都是气的运转。例如在补肾的时候通常会配有五味子，因为五味子具有五行为金的收敛固涩功效，而肾属水，只补不收是很难产生实质性的变化的。我们看小孩子有个什么特征，就是走道都不好好走，总是喜欢蹦蹦跳跳的走，走到他不捡最好走的路，一会儿上了台阶了，一会儿又下来，看一个小墩子又蹦上去了。平常走也会颠着这么走，颠着走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精气旺盛，一方面他需要生长，他生长是需要精气的，但是在生长之余，这些精气就会使得他精力旺盛。但是过了生长期，尤其过了青春期，你就会发现人会越来越稳重。这个人越来越稳重，其实不是源于这个人的心理成熟了，而是因为他生理上的精气变得没有以前充足了，他的力就少了，所以他就不蹦了，精力就没那么旺盛了。等到老年人，别说蹦了，就是能不走可能都不愿意走了，越来越没气。再举个例子来形容力和气，就拿汽车来说吧，发动机的马力就是力，气是燃油的转化。当气运转不好的时候，就会损伤发动机。这就像有些人作息不规律，总是靠着咖啡等提神的东西来强行拉高发动机的转速，长此以往，身体肯定会出现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神。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的主宰，包括精神、意识、思维等。中医呢认为心藏神，心在五行中属火，火能生土，脾
脾胃属土，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，才能为心提供充足的气血，让心神有所养。若脾胃虚弱，气血生化无源，心神失养呢，我们就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、食欲不振、记忆力下降、情绪低落等问题。为什么我们开头讲了有人出现了这样的症状？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脾胃出现了问题，而脾胃则是需要用神来滋养的。但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有很多地方都在抢占我们的时间，就比如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广告，都想让大家对自己的产品更加上瘾，就这样我们的心神被分割，于是我们纷纷精力分散，恨不得把自己切割成多个人，让自己的每分每秒都充分利用，于是便神散不能聚，脾胃自然更差了，每天的状态自然也无精打采，没有气力。所以想让神足状态好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治心一处，每次做事的时候就只做一件事，不要一心多用。吃饭就是吃饭，玩手机就是玩手机，睡觉就是睡觉，读书就是读书，脑子不要胡思乱想。这样看似一次做的事情少了，但状态、效率和质量以及体验感都会得到不错的提升。你感受好了，下次你还会对同样的事情充满兴趣和激情，身体也会得到正向反馈。另外，从另一个角度讲，一个人的神足，气场就强大，能够积极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；而神不足，气场就会变弱，整个人显得萎靡不振，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那些常年能拿到优异结果的人，必定都是心神非常充足的人。在这里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比如想念一个人，就马上给他发去一个问候；想去一个地方，马上就去；喜欢一个人，就大胆地表现出来，别藏着自己的感受；讨厌一个人，就从他的世界中消失，没必要瞻前顾后。毕竟世界上有那么多人都只是过客。总而言之，做个简单通透的人就能心神充足，没必要总给自己那么多弯弯绕绕。这3点也可以理解成我们常说的精气神3个字。逻辑关系就是精力需要气力的支持，气力又需要心神的带动。而很多人之所以总是无精打采，做事品质差，效率低，其主要原因就是心神涣散，想着这个事，还琢磨着那件事，所以他的念头其实跟那些专注的人的念头的总量是一样的，但是很多念头其实是相互内耗的，所以就表现为他的状态差，这也是他很少能进入心流状态的原因。俗话说，天有3宝日月星，人有3宝精气神。只有一个人拥有了良好的精气神，才能拿到良好的结果。最后呢，再多说一个点，那就是运。许多人提到运的时候，往往想到的是好运或者霉运，亦或是命里的流年大运。但我想说，大多数人其实都误解这个事情了。其实究竟来说，运气没有好坏之分，每个运都有它独特的意义，而不是像大多数人那样认为升官发财才是好运。人的一生就像一年4季一样，该学习的时候就好好学习，好好成长，别总是去做赚钱收获之类的事；该休养生息的时候就别总想大展拳脚，该大展拳脚多多表现的时候就别总是后退。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就如人生的运势，你说季节有好坏之分吗？所以这里说的运就是，如果你能在适当的时候做适当的事，运用好你的春夏秋冬，那么你的人生就永远没有霉运。所以一定要懂得顺势而为。最后做个总结吧，力是行动的基础，
但不能盲目使力，要结合气的流转。气是生命的能量，气顺则身强，调理好气的运转，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才能更上一层楼。神是主宰，它决定了我们的意识，让心神充足，我们做事才能更专注、更高效，也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的挑战。而运不是虚无缥缈的运气，它是顺应时势，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。当你能做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相信你的每一天都是朝气蓬勃的幸福满满。你会觉得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充满乐趣和意义，你每一次的行动也都会力量满满。即使这时候的你不再那么在意结果，最后也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若你能常年累积在这样的状态下循环往复的话，那你的人生必然会发生质的飞跃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